你说你在矽谷工作，矽谷到底算是哪里呀？是旧金山吗？哦，老妈，不是啦，不是跟你说很多次了吗？我看你有时候也会说你在湾区工作，那湾区包含哪里呀？整个北加州都算是湾区吗？还是就是 San Jose 呀？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吧？之前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那以后有亲戚问我说你在哪工作，我就说你在旧金山工作好了啦。反正你不是在 LA 工作对吧？哦，那差很多好吗？我不是跟你讲过好几次了。我看我再跟你说清楚一次好了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我最近发现，虽然我已经在湾区工作生活几年了，但是父母似乎对湾区的地理位置还是不了解，由此造成的沟通不畅，令我很头痛啊。所以就花点时间整理了一下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区域划分，并简单介绍一下各个区域的特点，做个不那么正式的小科普。旧金山湾南部简称南湾，核心区域是圣克拉拉谷地区。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聚集了许多从事加工高精度系的半导体企业和计算机处理公司，所以又叫做矽谷。之所以名字当中有一个“矽”字，是因为当地企业多数是从事加工高精度系的半导体行业和电脑工业嘛，而谷则是从圣克拉拉谷中得到的。当时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在圣克拉拉县设立公司，而圣克拉拉县的首府圣何塞 San Jose 就成为了矽谷的中心，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矽谷区域。矽谷这个词最早是由加利福尼亚企业家拉尔夫·瓦尔斯特所创造的，但却是由瓦尔斯特的朋友 Don Hofeller 在一系列关于电子新闻的标题中第一次使用。1971年的1月11日开始被用于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的一系列文章《美国矽谷》，而当时的矽谷就是旧金山湾南端沿着101号美国国道，从 Menlo Park、Palo Alto 经 Mountain View、Sunnyvale 到矽谷的中心 Santa Clara， 再经 Campbell 直达 San Jose 的这条狭长地带。矽谷这一名称慢慢替代了此地最初的昵称果树林。在之后，矽谷的含义便不仅限于半导体和晶片企业了。随着惠普的崛起，他们所在的城市 Palo Alto， 同时也是史丹佛大学的所在地，开始逐渐成为热门的创业圣地。随着网络时代的开启，史丹佛大学成为了网络企业创业的摇篮。越来越多的公司，其中不乏大家今天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在 Palo Alto 生根发芽，并不断壮大，慢慢的搬出 Palo Alto， 并向周边城市和县扩张，如 Google 总部所在的 Mountain View、Meta、Facebook 总部所在的 Menlo Park、甲骨文 Oracle 总部所在的 Redwood City 等等。从 San Jose 一路向北走 I-880 和 I-680 高速公路经过的城市所组成的就是东湾了。从南湾、半岛、旧金山也有3座大桥可以抵达东湾。东湾由 Alameda County 和 Contra Costa County 组成，主要城市有 Fremont、Newark、Union City、Oakland 和 Berkeley 等等。东湾建设的比较晚，相较于南湾看起来更宽敞整齐。其中 Fremont 就是特斯拉在加州的超级工厂所在的城市。而东湾主要的问题是上班通勤相对于南湾来说不是那么方便，不论是过桥或是从南面绕，想要到达矽谷各大公司所在的南湾，不塞车的情况下，基本上也要20到40分钟。如果是上下班高峰期，单程40分钟，甚至严重塞车的时候，可能需要1个小时都在高速公路上。最近2年，由于疫情，大多数矽谷公司都开启了在家上班模式，所以住哪里其实问题不大。而现在疫情好转，一些公司开始要求员工1周回公司工作若干天。在有刚需通行的情况下呢，住在东湾和南湾在上班通勤上的差距慢慢就会显现出来了。另外就是过桥要收费哦，2022年的费率，过桥从东湾到南湾一次要7块钱。介于旧金山和南湾的地区是旧金山半岛，简称半岛。该地区由 San Mateo County 的几个中小型城市所组成，也包含数个太平洋岸边的城镇，如 Acerton、San Bruno、San Carlos、Belmont、Burlingame、Daly City、Foster City、Half Moon Bay 等等。半岛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富人区，例如 Acerton， 它是全美最富有的小镇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矽谷的董事们、高管们以及创投和富豪们的住宅区。邮递区号94027，房价中位数900万美元。山谷地区位于 Oakland 东南18英里 ，San Jose 西北20英里，离旧金山大约33英里。山谷顾名思义是指3个谷 ：Amador Valley、Livermore Valley、San Roman Valley。主要城市有 Pleasanton、Dublin、
Livermore、Saint Romain 和 Danville。山谷地区的特色是远离核心湾区，房价便宜，学区好。山谷地区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公立学校。近年来，随着矽谷和旧金山日益高涨、超负荷的房价，越来越多人搬来山谷地区，因为这里房子新、价格平、占地大，加上环境美、学区好。缺点就是上班通勤时间特别长，如果塞车更是心力交瘁。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允许永久在家工作，或是允许永久远距工作，刨去交通不便的因素，山谷地区可能对某些人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此外呢，山谷地区有许多风景很好的 hiking 景点，还有湾区非常著名的 Outlet San Francisco Premier Outlet。虽然湾区叫做旧金山湾区，但是旧金山和湾区对于大多数湾区人民来说，应该算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整个旧金山湾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构成，但湾区本地人有时称旧金山为 The City， 意为那个城市，而不用加任何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旧金山的不同。旧金山更像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有许多高层办公大楼，建筑密集，停车困难，流浪汉比较多，治安相对没有这么好，比较像是美国其他大城市，像是纽约、洛杉矶的市中心等等。而湾区人民常常戏称旧金山以外的地方都叫做村。此外，对于住在南湾和东湾的人来说，旧金山其实蛮遥远的。基本上，旧金山湾区就是由以上几个区域组成。一般来说，北至旧金山，南至 San Jose， 传统意义上由9个县，总计101个城市组成。直线距离约67公里，开车距离约80公里，总人口约770万左右。那以上就是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区域划分了。希望对旧金山湾区不熟悉的朋友们，看完之后可以对湾区的地理有个大概了解，也可以分享给不熟悉湾区地理的爸妈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Jeff，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See you。